感谢各位1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呢，你们长时间的观看呢，让我的 YouTube 频道呢得以开通这专属会员的功能。那我可以坦白说 ，YouTube 的会员功能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，但是你捐献的一小步呢，是支持重度身障者生活的一大步，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，让我们身障者呢，就算在家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、生活的管道，是对身障者自立生活的一份助力。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，用每个月1杯饮料的钱呢，来支持我们，鼓励我们，让我们有创作更新的动力，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。大家好啊，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 FrontPack。这个 FrontPack 呢，我本来都已经录完教学影片了，然后这个作者又更新了。我把2个方法都教给各位，一个是它就是原本的使用者界面的这个程式啊，那另外一个方法呢，它这个 KJ 大神呢，他有做了看 VUI 的插件版本。那我先讲这个 FrontPack 是什么啊？这个 FrontPack 呢，它主要呢就这里有论文啊，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话，可以去看它的论文介绍。那它主要就是把那个 forgetting 跟这个 drafting 的问题减小。那它这个 forgetting 跟 drafting 的问题呢，其实就是说呢，它在你给它一张图片，然后去生成影片的时候呢，它会因为生成的帧数越来越多而去忘记前一帧，会导致不连贯。然后呢 ，drafting 呢，就是说呢，它会每次生成照片都会有一些误差值，你不可以把它想成一些瑕疵就对了。那它就是把它这2个问题呢给减小就对了 ，forgetting 跟这个 drafting 这样。那这个程式要怎么安装呢？很简单哦。我本来录影片的时候，它只有这个 Linux 版本，所以我装在我的虚拟机上面，那个 WSL。那结果呢，它现在 Windows 一键安装包出来了，然后这个就很简单，你真的什么指令都不用操作，你只要按下去就会下载。下载下来之后呢，就是这个压缩档，7G 压缩档，记得解压缩，记得用这个7G 解压缩哈。解压缩之后呢，你会看到这个目录进来之后呢，注意作者有说你必须先点 Update， 然后再点 Run， 然后你就因为我这里有开了，我先把它关掉。好，你记得要先点 Update。好，它 Update 之后呢，你再把它点 Run， 有没有？它就开始执行了，然后就跳网页出来，跳出来就是这个网页，然后你就可以给它一张图。比方说，好，我现在给它这张图，好，然后呢，我要它这里有预设的提示词。你可以自己打，也可以用它预设提示词。比方说，它这里呢叫它跳舞，然后呢，这个种子不用管它，你可以改，可以不改。然后 use tcatch 呢可以加速，但是呢，就是它文章有说了哈 ，tcatch 可能会有一些手部的瑕疵这样。那要不要用看你了，这样那。我是觉得，就算你不用，它也是会有瑕疵。那要用不用都可以。那这些参数你都不要改。这个是5秒了，它最多可以到120秒。它的论文有说最多可以到120秒。那这里预设5秒，我们就不动。采用步数建议是25步，那我们就用25步。然后 detail 的这个 CFG 呢，它建议是10，那我们也就用10就好了。那主要就是讲这2个呢，他论文说6G 可以跑，可是实际上呢，我在跑起来的时候呢，它所谓6G 可以跑是怎样？它现在这个设定6是怎样？就是说，它保留6G 的这个 VRAM 呢，
让你去做其他的就是运算。那它这里它先那个 CompuUI 是可以比6还要小，那它这个是无法比6还要小。可是呢，比6还要小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保留的越少，可是实际上运算还是很大。那就算我这里设定6，那其实它真的在运算的时候也没有保留6G 给我，也是跑到12G 左右这样。那代表说呢，你如果真的要用到就是6G 左右的显存，就必须要把它拉大。那你把它拉越大呢，运算时间就会越久，这样。那我这里就不测试了，我直接用6G 这样。那这个影片压缩呢，就是说呢，如果是0，就是没有压缩，那档案就会很大。那16的话，就是一个折中的数值，就是影片有压缩，然后档案又不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跑这个5秒的影片给各位看了。好，可以看到它已经开始在运算了哈。在它跑的时间呢，其实是有一点久，我有大概算过，1200秒，也就是20分钟左右这样。那在它跑的时候呢，我们先来教各位怎么去在 CompuUI 安装哈。CompuUI 呢，你如果想要装这个插件呢，你在这个管理器这里呢是找不到的，因为这个太新了，找不到哈。那我们要怎么安装呢？我们要这样安装，因为我的 CompuUI 已经装了，所以我现在是用我备份的 CompuUI 装给各位看，就是这一个。好，我们呢，首先呢，按右键，终端开启，然后呢，我们要先开启虚拟机。记得哦，你在装所有插件的时候，一定要开这个虚拟机哈。然后我们打开 Custom Node 的节点，然后我们 Git clone 这个 CompuUI from Package Wrapper 这里哈。好，这样就下来了，给这空下。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？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安装这个 PyPy 这一个东西 ，Custom Node 的这个 From Package Wrapper 这个目录，然后再去安装它的依赖包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安装这个依赖包。装这个依赖包，我们用 PyPy install 这个减 R requirement， 好，这样就装好了哈。然后呢，它这里有说要下载这些模型，那我跟各位说哈，这些模型呢，我在混元这里呢。以前呢它主要就是用混元的模型啊，以前都有教过大家要放哪一个目录然后不知道的话再去看第16集。那主要呢，我们就是要抓这个512的这个 Clip 视觉模型。这个模型呢，它虽然这里是384，可是384是比较旧的哦，512是比较新的，然后参数也比较大，那这个就比较好。那我们一样就是把它下载下来，放到大家记得下载下来，放到这个 ClipVision 这个资料夹。然后呢，还有下载这个 VAE 哈，这个 VAE 就是放到 VAE 目这个以前我们那个第16集影片都有讲过了，那这个主要就是混元的啦哈。大模型呢，大家记得要去抓这个。我是用 FP8啦，这个比较小。
这个大概16G， 那下面这个25G 啊。对，那我是用这个，那大家记得放到这个 diffusion model， 就是这里，记得放到这个 diffusion model 这样。那这个可以不用抓，没有关系哦。你如果要抓的话，就是照它这样放。好，我们现在安装好了，那我们来开 ComVUI， 看刚刚那个工作流有没有正常可以读了。因为刚刚那个工作流是一堆 bug 的。那工作流在哪里丢进去呢？当我们抓下来这个 from Pake 的 wrapper 的时候，里面呢就有这个工作流了，你就把它丢进去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进来 ComVUI 了哈，这个工作流已经没有叉叉了，完全都可以读了，代表正常的。那我们这个 Clipper Vision 呢，我们要改一下哦。Clipper Vision 呢，记得改这个512这个 Clipper Vision。然后模型呢，就是刚刚我用的16G 的这个 FP8这个。那这个就是混元的这个 VAE 哈。那你这个节点呢，我们一个一个来讲解哈。采样步数25，这不用说了哈。然后 TCache 呢，你可以开，可以不开，就像我刚刚解释过了。开可能有一点手部瑕疵，那你要快的话你就开，没有关系。那影片长度是5啦哈。GPU 这个就是我刚刚解释过了。那我建议啦哈，真的不要调到6以下，6以下一定不能跑，你的 VRAM 一定不够。这样，那我觉得6就是已经很折中的方法了。那你如果想要保留更多的这个 VRAM 呢，你可以再把这个拉高了哈。可是相对的，你运算时间就更长。这样，那这个 Latent Window Size 呢是什么？这个就是说呢，它这个 Latent Window Size 是怎样呢？这个比较重要。它意思是说，每次呢，它打包9帧，连续处理9帧，打包9帧就去处理，这样呢，让这个画面呢不会有不连贯的情形。那它建议值是9，那我们就用9，好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这个已经跑完了，我们来看看，有没有效果是很不错的啦，这个效果可以说是很不错。那这个就是用 TCache 之后的效果。那各位如果觉得手部瑕疵不太喜欢，可以把 TCache 取消。不过我觉得这个不管什么模型哈，多多少少都是会有问题的啦。尤其你如果运动幅度越大的话呢，多多少少也是会有问题。不过看起来都已经很漂亮了，真的，大家不觉得吗？很漂亮哦。那好，我们现在这个程式讲完，我们来讲 ComVUI 跑一次给各位看哦。好，我们现在用 ComVUI 跑一次给各位看。我们这次换别的图。好，我们这次用这一张女生浇花浇水的图哦。然后我们提示词也改一下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跑看看。这些节点以前都讲过了，这个就是 resize image， 把它调整在640的宽高，这样。那相对的，你图越小的话，跑起来就越快；那图越大的话，跑起来就越慢。然后我们现在用640来跑一次给各位看。那你电脑如果可以跑 Sega Attention 的话，你可以试试看。那作者是有建议不要开 Sega Attention， 那就看各位了。好，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可以看到非常的完美哦。我还记得我以前用可伶的时候，它这个水是从
屁股后面这边流出来的，所以说可以有人说这个模型真的很聪明，很不错哦，效果真的很好。那我们可以再来试第二张看看哦。好，我们接着用这一张下雨的这个照片哦，然后提示词用一个女人在大雨中哀伤的漫步。那我们来试试看这个效果是如何。好，可以看到它效果非常的好哦，有下雨，有走路，然后脸也没有坏掉哦。那我们再来试一个更困难的图哈。我们现在来测试，让他弹吉他哈。一样，我给一个人物弹吉他的照片，然后叫他去生成。好，可以看到结果啊。然后顺便跟各位说一下，我大概是吃到14G 左右啦，因为我有开游戏。那可以看到时间也大概是768秒左右了，因为我有开 TCage 啊，如果没有开 TCage 的话，就大概就是1200秒这样。那可以看到它这个弹琴也是非常的正确的，可以看到它弹琴动作是有出来的，有没有？这个弹琴的动作是有出来的。那基本上这个 FrontPake 的原生的软体程式跟 ComfyUI 都已经各位讲说要怎么用、怎么安装，还有每一个节点的意思了。那有兴趣的再自己去玩。那如果想要保留多一点的 GPU 呢，或者是说 GPU 比较小呢，那你各位可以把它再拉大啊，可以再拉大没有关系。只是你拉越大的话，跑的时间会越久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请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谢谢各位。